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5月29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2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364.84，收盘价是356.90，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65。最低价是在355.91，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9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下方，但仍然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当日的成交量是9069.76万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75 倍量缩。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下，双线是继续下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向下反转。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略有缩小，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多头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5月2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中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向上突破后的回档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开盘之后股价是在365和360之间震荡。在下午盘的时候股价是突然开始下行，那下方呢是在356附近遇到了支撑，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底部，生成了一根实体中红 K 线。那这样的走势说明当日是有空头力量进入的，也就是股价在高开盘之后，跳空的高开盘之后，既有空头力量进入，那么一直在压制着股价。那么多空双方呢是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附近展开了争夺，那最后呢是空方胜出，也就是说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低的下方，并且呢也是在当日多空双方争夺的360的这个位置的下方。那我们也会看到，虽然当日的这个成交量不大其实当日成交量不大也说明当日是没有多头力量进入的，也就是说空头在将股价压回的时候当日应该是有买盘进入的，也就是说逢低做多有这样的买盘进入。那么日后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股价应该会继续回档，也就是说空头会守365，其实是在守367这个位置，对，也就是说稍后我们会走势当中我们会说这是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那么越临近这个目标呢，其实呢越会有空头力量进入，所以出现这样的一个回档，虽然是有买盘的进入，但这个买盘并不是多头力量的进入，所以我们认为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那么股价会继续回档，而继续回档的目标就是对于空头来说，就是要跌破5月27日这根突破 K 线的最低，也就是347，当然还有5日均线值，这是如果出现回档，在这个位置我们认为会遇到支撑，同时呢空头的目标也是要突破这个位置。好，那么股价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回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有没有反转向上的可能？我们说当然是有的。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高开高走，然后呢没有新低的出现，也就是
股价在盘中不低于356，也就是前低这个位置，那说明是有多头力量进入。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反转向上，或者至少会收盘价会在前低的上方，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横盘向上的走势。对，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5月2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上涨，收盘价会在368附近。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352附近。而实际在5月28日收盘价是在356.9。那么股价是出现了回档。至于我们预测的回档啊，虽然是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当然走势也不同，但是性质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都是在高位出现反转向下，对，然后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那么所谓走势不同，我们预测的这样的回档呢是不出现新高，然后呢，收盘价会在更低的位置。对，好，那么股价现在出现了回档，因此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对于5月29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331。跌破这个位置就是要瓦解自4月7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5月2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347，这是强支撑。那么股价只有跌破这个位置，才有可能会到达331。当然，在5月29日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也是在这个范围内，在这个区域。是从346到350之间，所以我们会看到350啊，也是一个整数关口，那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强支撑。好，那么331被跌破之后，第二个目标就是271，这个位置仅仅是一个支撑位。那第三个目标就是214被跌破，将会彻底瓦解这一波多头趋势，下方再次出现底底低，那么也就是说要继续特斯拉股价长期的这个空头趋势。好，那么这是我们说的下行，我们再来看上行。上行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367。对。那么在到达它之前，目前5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高365将是唯一的一个压力。当然这个压力位也是不小的。好，那么367如果能够被突破，继续向上，第二个目标就是420，第三个目标是440。当然向上还有一个是460，这个465在这个位置。最后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而我们说股价呢，在之前已经瓦解了这一波的空头趋势，并且建立了这个多头趋势。那么其实目前股价上行真正的目标就是488.54。我们说的目标不代表股价一定能到达这个位置，而是目标，因为之前这几个目标呢，它们仅仅是压力位。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目前股价的这个位置，已经我们说已经到达了360这个位置。那么在这个位置呢，我们会看到股价其实在这一波强势上涨的时候，在360附近已经遇到的压力，通过一个小幅的横盘回档，再次突破之后，仍然是在360附近遇到了压力。所以呢，我们说近1-2个交易日，或者说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如果本周的最后2个交易日是横盘的话，那么下一个交易周将会成为关键的这个位置，对，关键的一个交易时间段。那么
股价我们要看是如果能够站上360，那么将会继续突破；如果不能够站上360这个位置呢，那么在这个区域一旦出现回档，我们认为股价会按照我们之前说的会回踩到320附近。我们会看到这一波横盘向下的时候呢，并没有继续下行，而是出现了向上突破。对，好，那么我们继续来观察目前股价的走势。这是我们说股价日后的下行和上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5月29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个交易日实体的上沿，也就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是在363附近。其实我们会看到，在5月28日盘中股价正是在它的附近上下两个点位，在盘中一直是多空双方在争夺这个位置，但是最后是空方胜出。对，好，那么因此股价是收在了低位。那么到了5月29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是新生成这根实体中红 K 线的中线是在361附近，其实也是在这个区域。对，好，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在盘中股价如果能够在361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继续向上，继续上行，那也很有可能会出现新高。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呢，股价将会出现深度的回档，也就是说要测试下方的5日均线值，还有5月27日这根 K 线最低347。对，这是我们关注361的理由。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35%的多头仓位，我们最后一次加仓是在5月27日收盘价，是在362附近给出的加仓建议。但是我们给出加仓建议之后呢，那么加仓的可能是只有在5月28日盘前，也就是会在366附近，我们是按照这个数值来计算的。那么这35%的仓位的成本价是在299.5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对的，在这个位置。对，好，那么这个仓位我们给出的停利的位置是守5日均线值，止损的位置是守20日均线值。我们会看到，在5月28日股价仍然在这两个位置的上方，所以因此这个仓位是继续持有的。那么到了5月28日收盘价是在356.90这个位置，我们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因为股价在这个位置出现了高位反转向下，虽然成交量缩，但是我们不排除在接下来的交易日会有补量的一个下跌。对，所以对于多头是不可以加仓的。那么这个仓位到了5月29日，我们继续给出停利的位置是守5日均线值，在346到350之间，也就是股价一旦跌破这个位置，可以停利出场。停利我们指的是停止利润的损失。好，止损位我们继续守20日均线值是323。对，好，那么323高于我们的成本价，这个为什么我们把止损设在20日均线值？因为通常止损我们是这样，所谓止损出场，就是说这一波多头即将结束，也就是在多头的趋势下，如果股价跌破了5日均线值，将会出现
回档的走势，而一旦继续回档，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20日均线值，那么也就是说将会瓦解这一波多头趋势，那么股价的趋势将会发生改变。所以呢，我们把它这个止损位是设在这个多头的瓦解这个位置。实际上我们会看到股价在目前这个位置，在到达20日均线之前，一旦跌破了331，也就瓦解了这个多头。好，那这是我们给出的多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然后我们再回答网友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35%的仓位呢，我们是自4月7日收盘价开始建仓。那么每一次加仓呢，我们会看到，例如我们是在4月9日收盘价这个位置进行的加仓，然后加仓之后，我们守的这个止损位是守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我们会看到股价在接下来出现了大幅的下跌，然后呢，但是并没有跌破前低，所以我们这个仓位仍然是持有的。而在股价出现了一个增量的这个上行的时候呢，我们在高位，例如在这个位置向上突破，又给出了加仓的建议。那么网友的问题是，为什么不能够在低位加仓，而每次都是在相对突破之后的高位加仓？因为在技术上，我们建仓和加仓的条件就是收盘价站上前高，或者是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并且呢，成交量至少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2倍以上，或者至少会是增量。对，那么具备这个条件才有可能在技术上是去加仓或者是建仓。而我们会看到，股价一旦出现回档的走势，是不满足这样的条件的。那我们说了，我们如果能够在低位加仓，我们相对的成本是不是会更低？但是有一个风险，就是股价在连续回档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例如在4月22日，这是出现了一个反转向上，在这个位置我们也是有加仓建议的。但是如果在4月22日没有出现反转向上，而是在这儿继续出现一个跳空的低开盘，继续向下的话，那假如我们在这个位置继续加仓的话，那么股价一旦跌到下方，那么这是没办法承受的损失。所以说呢，通常我们都是在股价向上突破的时候加仓，而向上突破加仓，我们的盈利呢是等待股价回后再上涨，站上前高之后，也就是这部分。如果我们在4月9日这个位置加仓，那么我们盈利点是在271上方。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个多头趋势如果被建立之后，那么股价一定会继续向上。那么我们所有加仓的位置，相对于目前的股价来说都是有很大幅的盈利的。但是呢，这样加仓呢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例如但是当然例如这个仓位，我们在5月27日最后一次加仓5%。那么在这个位置我们加仓5%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多头仓位我们已经没有风险了，因为我们有很大的盈利空间。但是呢，这样的方式加仓虽然比较稳妥，但是呢，我们的成本是相对较高的。对，是。那这是我们对这样一种技术上的操作建议的一个解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继续从4月7日来说，那一旦4月7日在这个位置我们建仓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日给出的这个止损位就是守这根 K 线的最低。那日后股价如果是继续下行跌破的这个位置，其实我们损失的是从这个收盘价到前低
也在这根 K 线最低这个位置。当然，如果是出现更低的低位呢，那么这是我们的损失的部分，而我们要争取的盈利的部分呢，是在这个233的上方。对，所以呢，这个相对于技术上的这个我们以这样的一个方式进场呢，实际上就是说小亏，然后呢后边是大赢，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好，那这是我们给网友的一个问题的回复，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是在回档的低位，而是在突破的高位进场？对，因为回档的低位，如果我们用一张白纸把这个4月22日之后的这个 K 线，把所有的这部分把它挡住的话，其实我们再回看股价，那上方有头低，下方有底低，那么股价将会到达这个位置，那么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向下的突破，并且我们会看到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缺口。对，所以说是这个在当时我们来判断的时候，那么在4月21日收盘价在这个位置是绝对不可以加仓的啊，因为股价是正在继续这样一个空头的趋势。对，好，那这是我们对技术上操作建议的一个解释和说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从365到367，其实准确的说是5月28日这根 K 线的收盘价是从357一直到367，这个区域都是空头要守的位置。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347，对，当然还有这个331，首先是347，因为这个位置是一个强支撑，对，这是空头一定要突破的位置。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5月29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365，第二个压力位是367。我们把这两个压力位分开来说，那第三个压力位是380，在这个位置。第四个压力位是缺口的中线398到400关口。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它包括这根绿 K 的最低，也就是从346到350之间。第二个支撑是331，第三个支撑是323，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第四个支撑就是317，在这个位置，也就是5月13日这根抱有大的成交量的这根 K 线的最低。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5月2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5月29日股价的预测呢，我们给出的两个可能是并列的，它取决于股价的开盘和盘中的走势。我们先来说继续回档。如果是继续回档，它将是跳空的低开盘，或者是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361，在这个位置，下方最低会到达350，然后收盘价会收到351附近。对，但是如果股价跳空低开盘之后，最高是到达355，最低到达338，那么收盘价会收在340附近。对，也就是说继续回档，我们给出了两个可能，一个呢是在这个地方继续生成一根实体中红 K 线，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51附近，继续留在5日均线之上方。那么另外一个走势呢是
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小的缺口，然后呢，股价不仅会跌破5日均线值、10日均线值，并且呢还会回补这个缺口，收盘价在340。对，那么他们共同的条件其实不是共同的条件，就是分别来说，如果是一个收盘价仍然在5日均线之上方，那么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61的。如果是出现了大幅的回档，那么股价在盘中是不可以高于355的。满足了这2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我们说的这2种回档的走势。好，这是回档。另外一个，我们再来看，股价继续上行。如果继续上行，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60，上方最高会到达372，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68附近。如果出现这样继续的上涨，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6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上行。那出现继续上行啊，我们认为它一定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对，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5月29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